前面讲了国学有3个作用，我们再接着讲这个国学9论，实际上也是讲国学是什么。第一论是和论，国学就是一条河，国学是一条思想的、文化的，当然也是历史的长河。国学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源头流出，向未来流去，从来没有中断过。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这个民族是什么民族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4大文明古国，或者说5大文明古国，所有的这些文明古国当中，文化没有断流的就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学的这条河，它从来没有断流过。假如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假如我们带着你们大朋友们，带着小朋友，降谒天中，顺流而下，一路饱览这条河以及河两岸的风光景致，那么可以肯定，孩子的素质不高，品德不好很难，孩子不上进不爱国很难。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一段学国学的这个旅程，这个人生阶段，短则3年，5年级、6年级的小朋友可能3年，2年级、3年级的小朋友可能是5年。这段时间3年、5年这段时间，你们就是顺流而下，一路饱览这条河以及河两岸的风光景致。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们不会再去崇洋媚外，你们一定崇尚自己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太了不起，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你会从内心深处对于祖先生出这样的崇敬之情，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崇仰的、敬慕的这种情绪。就是素质不高，品德不好，不可能；不上进，不爱国，不可能。所以说，学校，我过去经常给学校的校长们讲课啊，我跟他们讲怎么样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你们开展的很多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空洞的，你们开展的那种活动很热闹，但是没有触动孩子的心灵。真正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怎么做？就是让孩子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了解我们非常光辉灿烂的那一方面，那个文化，那就是爱国主义教育，那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和论，我们接着说和论。那么这条河，我们说国学是一条河，那么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春秋战国，在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春秋战国，大家知道春秋战国吧？春秋战国，然后诞生了什么？诞生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最繁盛、最繁荣的时候是在哪里？在稷下学宫。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哦。先讲一讲稷下学宫。什么叫稷下学宫啊？在齐国的首都，当时叫临淄，现在叫什么？现在叫淄博，就是现在烧烤特别火爆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当年的齐国国都，叫临淄。当年那个地方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文科的这个大学。稷下学宫什么时候产生的哈？稷下学宫诞生于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78年，多少年了？今年是2023，我们大概2400年前。2400年前哦，在我们中国的齐国，在今天的山东淄博，我们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科大学。这个文科大学的学术水平是非常高的，到今天都没办法超越，因为它诞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诸子百家。大家知道有一个成语叫百家争鸣吗？它是产生在哪里？它就产生在这个稷下学宫诸子百家的所有的头面人物，孟子、荀子、屈原。大家知道屈原吗？知道孟子吗？这些诸子百家的头面人物都是稷下学宫的专家教授，有些当校长。荀子就是稷下学宫的校长。然后呢，李斯，然后韩非，这些都是稷下学宫的什么学生？就是李斯和韩非这些人都是稷下学宫这所大学毕业的。稷下学宫非常的了不起。你看外国，一直到了公元1088年，西方才有的第一所大学，好像叫伯勒根啊，它诞生在1088年，距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跟这个稷下学宫那是差非常多。这是西方最早的一所大学，这个大学现在还在，诞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在古罗马那个时候它就有了，也是非常久远的一所大学。这个刚才说的诸子百家，不是说诸子百家诞生在这个稷下学宫，而是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的时候是最繁荣的时候，
最鼎盛的时候，持续了150多年。后来秦军啊，就是攻打齐国，就是在秦始皇灭六国的这个战争当中，秦军攻打齐国，齐国国王就怎么样，不战而降。齐国没有像赵国那样那么惨烈啊！秦打赵国的时候，长平之战一下子就坑杀40万赵军，齐国没有抵抗。你看齐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百万雄兵啊，千里沃土，他就不战而降，不战而降，然后这个稷下学宫怎么样，也就解散掉，也就从历史云烟当中就消失了，非常的可惜。如果这所大学还在，你看不知道它会办成一所什么样的一种大学。这真正的是一所大学，而且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一个社会科学院，还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政府的智库。政府的智库啊，政府全支的，齐国政府全支投入的呀。老师、学生都是享受津贴的，不用自己带钱，在那边吃饭、睡觉、房子什么的都不用钱，它是政府全资拨款的这样的一所大学。它同时也承担政府提供很多的这种可行性研究啊，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就是智库。现在来看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钱穆先生说，钱穆先生你们听说过吗？钱穆先生啊，哪一个小朋友知道钱穆先生啊？钱穆先生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我们的一个国学大师，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是到了1990几年才去世，在台湾去世。钱穆先生非常了不起，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出过国，当时他就是一个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儒道两家是诸子百家之发端，就是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当中最早的，就是儒家好比是爸爸，道家好比是妈妈，然后诸子百家什么兵家、法家、这个墨家、这个阴阳家、农家都是儒家和道家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的发端。由此风流别派，盘通远达，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诸子百家，儒家、道家和诸子百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大家知道我们国学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了吗？在春秋战国，就是诸子百家，在什么？在这个稷下学宫。再来，鲁迅先生说，一切好诗早被唐人做完了。这个是鲁迅先生说的。鲁迅先生说，我们现代人没必要去做唐诗，现代人再去写唐诗就是很傻。你能够写得过唐人吗？你怎么写你都写不过唐人。现代人的诗，不要说现代人的诗，宋诗如何？明清两代还是有很多不错的这种诗人，但他们写诗，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去写诗，他们也写不过唐人。唐人随便一写就是一首好诗，是吧？就是唐人。他那个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说鲁迅先生说，一切好诗早被唐人做完了。这个话是鲁迅先生说的，后面的几句话是我说的。同理，一切思想似乎也早被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思想完了。唐诗在唐朝被写完了，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思想完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思想都是什么？都是春秋战国的那个思想的一粒尘埃。那个时代，思想和思想家就像一股又一股的清泉，不是个别的，而是集体性的，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喷涌而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代人啊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春秋战国会冒出那么多的那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搞不清楚。这些大咖们好像约好了，一起在那个时代，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一起到这个世界上来。不约而同的就全部出现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就那个时代的思想是非常高度发达。这个是诸子百家，讲这个诸子百家都有哪些哈？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医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等等。然后这些比如说儒家又分了很多家，道家又分了很多家，所以说才有几百家、上千家。这就诸子百家。实际上，当就学派来讲，就是大概10来个学派，10来个学派就分了很多的家。魏宇年别说，要说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的大学，但是在中国很多人会笑。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稷下学宫，但事实真的如此。齐国的稷下学宫前378年，繁荣达151年，
诸子百家的头面人物都被请来当教授，孟子当过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是我给他编的啊。那时候没有这种学术委员会主任这种说法。荀子当过校长，他那时候不叫校长，他叫祭酒。你们谁是福大的？老福大那个地方就叫祭酒岭，我们福州人都知道啊，老福大那个地方啊就叫祭酒岭。这个荀子就当过祭酒，当过这个稷下学宫的祭酒。大家享受的最好的待遇，开昌立派，打擂辩论，思想之自由，学分之鼎盛，可谓空前绝后啊！那时候是完全自由的，绝对没有说谁把你录音录像录下来，然后来批判你，讲什么都可以。那个是非常自由的学术风气，百家争鸣就出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文化的源头在春秋战国。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他怎么看？在他看来，春秋战国那段时间啊，叫做轴心时代。一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就提出这种观点，就是那段时间，春秋战国那段时间，春秋战国跟他们提出来的轴心时代就差了50年，就几乎就是那一段时间。他们说的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卡尔·雅斯贝尔斯，这个是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大概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提出来一个这么一种观点。他有一篇文章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篇文章是用德文写的。然后呢，这个提出了这么一个轴心时代这么一个概念。后来有个英国的一个女作家叫凯伦·阿姆斯特朗啊，这是英国的一个女作家，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她写了一本书就叫《轴心时代》。大家有兴趣啊？包括孩子们也可以把轴心时代作为一个参考书，就是可以翻一翻，作为一本放在案头的一本参考书。轴心时代说什么呢？轴心时代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然后到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关系就跟孔子、孟子的关系一样的。苏格拉底，然后他的学生叫柏拉图，柏拉图他的学生叫亚里士多德。其实，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还有很多的哲学流派。你们知道勾股定理吗？勾三股四弦五。勾股定理，你知道勾股定理是谁发明的？勾股定理啊，有个叫毕达哥拉斯的，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发明勾股定理的那个家伙，他就是古希腊的哲学流派的领袖。他那个哲学流派蔓延了900多年，900多年之后，古罗马政府啊把他们禁止掉，他才没有。所以说，古希腊的哲学也是非常厉害的。他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轴心时代那个时代里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还是印度，还是以色列，还是中东，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大咖一下子都全部出现了。不仅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大咖，在世界上也出现了很多大咖。就是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依然附着在这一基础之上。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创立的这种思想的高度，人类到今天没有办法超越。我们人类的今天的精神还是躺在他们建立的那个精神之上。然后，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光耀千古的时代，非常了不起，是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发端，也是人类精神给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个时代诞生了4大发明：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和理性主义。就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还在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些思想，都诞生在那个时代。你看看春秋战国时代，或者说轴心时代，它有多了不起？轴心时代是真正群星璀璨的时代，是人类伟大导师集体亮相的时代。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大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约好了。按道理，东方和西方那时候也没有，比如说孔子跟释迦牟尼，他们肯定没有机会见面哈。像后来的什么泰戈尔之类，还会到北京来，还会跟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见个面。那个时候不太可能。苏格拉底跟孔子也差不多一个时代，两个人应该是同时活的，他不可能见面。很怀疑他们是这个善事哈，他们就约好了这辈子要到地球上来，实现了人类文明的突破和人性的整体飞跃。那么国学之和源头的景象如何？我们说国学源头在春秋战国，在轴心时代，国学的源头的景象怎么样呢？它是什么呢？是一派晶莹的冰川和雪山，
就是在春秋战国这个地方，这个河流出来，流到今天这个地方，春秋战国这个地方是一派晶莹的冰川和雪山，圣洁、瑰丽、灵秀、壮美、雄奇，还有这些特点。这些圣洁、瑰丽、灵秀、壮美、雄奇，而孔孟老庄诗书礼义春秋是其中最耀眼的。所以说我写书啊，我的书就是四书五经，我写了9部书，现在已经完成6部，快7部了，就叫四书五经，就是孔孟老庄诗书礼义春秋。这个我写的书就是把我们文化源头的最耀眼的那样一些冰川雪山给它描绘出来，大家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看。这是国学之河源头的景象如何？国学之河中有2股力量，一定要记住。我们国学这条河为什么几千年来，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危机都不会断？我们刚才说的，古希腊的，还是巴比伦的，还是古埃及的，还是古印度的，它的文化都断流了。他们今天的样子都不是他们的过去的样子，而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的样子就是我们过去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的这种力量这么强大呢？因为国学之河中，或者是我们的文化中，至少有2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一股是天道的力量，天道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道家，主要是来自道家。一股是人性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儒家，就是我们有儒家的人性的力量，有道家的天道的力量。这2股力量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使我们的文化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机都不会有。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